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给大家介绍和讲解泰剧的泰艺。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一部根据泰国电影改编的同名电视剧《天才枪手》。先说一下电影吧，《天才枪手》于2017年8月3日在泰国上映。说起这部电影，相信大家一定不陌生，当时在中国也非常火。这部电影在泰国收获了1.1亿泰铢的票房，而在中国则是创下了2.7亿人民币的票房。导演用类型片的拍摄手法，把一个天才学霸利用高智商作弊的故事，拍出了谍战片的紧张刺激感。这部电影在泰国的金天鹅奖上获得了最佳影片、影帝、影后等5大奖项。而在该电影上映后的3年，也就是2020年，制作组决定把它拍成电视剧。这部电视剧将于2020年的8月份上映。对于即将中考的学子来说，是一部非常有思想探讨意义的电视剧。电视剧版《天才枪手》的主线故事和电影版的没有太大变化，但是剧情线索更复杂、更丰富，也会深入主演们的感情、友谊和家庭问题，而且演员们也会全部换新。先说下主演小林。小林是由前泰国女团 BNK 成员的 Junee 饰演，相比电影版的小林少了一份酷拽感，多了一份甜美可爱。班个则是由泰国星2代赵奈饰演，富家公子阿派由前 9by9 组合成员 Ice 饰演 ，Grace 则是由新星 Nana 饰演。剧情一开始，小林就在和上一届冠军宋伟进行着英语词汇比赛。宋伟在落后小林57分的情况下，配合工作人员作弊，侥幸赢得84分。但当他以为胜券在握的时候，小林在最后4秒拼出了最后一个单词，赢了宋伟8分，顺利拿到冠军，并获得了入学奖学金。当宋伟伸手想祝贺小林时，小林则露出嫌弃的表情，鄙视他的作弊行为，不屑与他握手。在小林眼里，作弊是卑鄙而不光彩的手段，但是小林很快就会和自己的信念起冲突。升入高中后，小林在钢琴室里碰到了同班同学 Grace。小林利用弹奏钢琴的声音帮他纠正唱歌跑调的问题，让他顺利通过舞台剧面试。但是舞台剧选演员的标准成绩是3.5分，而因为 Grace 的成绩没达到标准，他没有被入选。但是因为这次无意的帮助，两人成为了朋友。随后也因为 Grace 的一句"小林老师"，让小林瞬间虚荣感爆棚，主动提出要帮助 Grace 补习数学。马上就是期中考了，电影中的经典作弊手法将在电视剧里重现，那就是用鞋传递写有答案的橡皮。这是小林第一次主动帮助 Grace 作弊，正因为是第一次，他犯了一个错，他将全部答案抄给了 Grace， 使得两人考了同样的分数。监考的苏潘老师怀疑他们作弊，给小林提出了警告。虽然小林这次侥幸没被老师抓个现行，但通过这次考试，小林也发现了苏潘老师在通过补习和收学生补习费的同时，也在给学生泄露考题。因为小林的6万奖学金会被另一个天才生班克分走一半，他的爸爸为了攒过他的学费而不得不去借钱。而此时 Grace 的男友，也就是富家公子阿派，在得知了小林帮 Grace 作弊后，则向小林提出了一个出钱帮他作弊的方案。小林一开始没答应，但是最后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，为了让爸爸把钱还清，在利益面前，小林决定抛开自己的信念，帮助阿派和 Grace 作弊，开价3万泰铢。这次小林吸取了上次作弊的教训，只同意传达3/4的答案，作弊方式也不再是传递橡皮的手法，而是采用调虎离山和偷梁换柱的方式。首先，小林利用老师泄露考题的事儿提前交卷，引老师出考场。接着 Grace 趁老师不在，调换小林的试卷，并将答案传给阿派。最后两人顺利完成了考试。苏潘老师则是因为阿派举报他贩卖考题而被辞职。虽然只更新了2集，但是剧情还是紧凑的。规则、利益、善良、丑陋、矛盾、冲突，刻画了多重的人物心理。相比电影，剧情的脉络会更加清晰，会在4位主演的家庭中深挖故事。什么是正义，什么是对错，一系列的矛盾冲突都将引入深思。剧情将会如何发展？主角们的结局是否和电影一样？是人性的堕落，还是自我救赎？那就请关注电视剧版的《天才枪手》吧。本期视频讲解就到这里啦，请尽情期待下期视频哦。萨瓦迪卡。